根据环球时报报道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塞穆尔·帕帕罗海军上将在近期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表示，中国战略火箭军可以打击美军亚太任意军事基地，只有傻子才会无视解放军的导弹部队。他更加坦言道，一旦中国被反舰导弹锁定，美军航母生存能力堪忧。尽管美军在正开发对应的防御系统，但是短期内很难剔除来自中国火箭军的威胁。随后在被问及中美国海军在潜艇领域上有多少差距时，这位美军上将说漏了嘴，声称中国核潜艇远远落后美国20年，而且美国将努力在这个领域保持对中国的优势，以达成不对称战略。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祖国万岁！在面对解放军越来越强大的海面反舰导弹优势时，美军对其航母战斗力威慑力已经不抱有太大奢望。4月，美国联邦中美竞争委员会在进行兵棋推演时就显示，相对传统的航母打击力量，美军攻击型潜艇打击解放军水面舰艇的能力更可靠，所以一旦爆发台海冲突，中美海底之战将是关键，潜艇将是对抗中国海军的最有力武器。美军的潜艇不仅续航能力强，而且静音效果与远程打击效果都占据优势。中国不仅没有可以与其有效抗衡的武器，而且中国的反潜网络只限于近海，难以捕捉到美军潜艇的痕迹。根据这一结论，美军海军在2024年的年度预算中，计算拨出50亿美元为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升级改造。这种可同时用于海底和海床作战的升级版潜艇，不仅能够监视和情报收集，还能无人驾驶作战，在火控、导航、电子战和通信连接方面具有出色的性能。该型号潜艇可以发射大功率鱼雷和水雷，以及战斧巡航导弹，其载弹量达到夸张的50枚。最终重要是的，其静音能力更是变态，达到了只有95分贝，已经和海洋背景噪音相差无几。中国核潜艇技术一直在进步，但是和美军对比确实还有20年差异。中国的核潜艇技术起步年代比美苏晚了20多年，这也是我国海军目前最大的短板，所以美军上将这个差异评估是准确的，这点我们必须要承认。从1988年092型战略核潜艇问世以来，其搭载的巨浪1潜射弹道导弹具备2500公里的射程，才使得我国水下力量具备了初步战力。但是2500公里只能算是中程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没有任何威慑力。而后面开发的094型战略核潜艇可以搭载射程8000公里以上的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才使我国具备了洲际打击能力。但是要想打击美国全境，那就需要游弋到大洋深处去发射，这个时候我们的潜艇静音问题就是个硬伤了。由于水下发射的洲际导弹弹体长，所以不得不在较小的艇身上加个龟背，以保护导弹不受水下巨大的水压和潮湿等的伤害。也正是这个龟背设计导致我们潜艇静音效果不佳，美日在整个东亚水域布下了天罗地网反潜区，使得我们对美本土的战略威慑力被削弱。另外，我国的大陆海床架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战略潜艇的发展。潜水对于潜艇来说是一个天然劣势，根本原因在于潜艇很难在浅水区通过剧烈机动回避反潜鱼雷或深潭的攻击。随便翻开任意一张世界地形图就能发现，中国海岸线全是大陆架，而且是宽度动辄几百公里，平均深度不足50米，特别是渤海海区，有的地方还没有长江深。正是因为中国大陆架平均水深不够，从浅海进入深海这段距离对于导弹和潜艇来说极其容易被跟踪和尾随。而反观美国，东太平洋沿岸几乎没有大陆架，都是天然优良的深水海港，出了家门就如蛟龙入海，无影无踪。美军的弗吉尼亚、海狼、洛杉矶改等静音水平较高的攻击型核潜艇，在我国浅海区进行潜伏，和平时期监视，战时就摧毁。我国有限的反潜力量基本不可能对此做出有效应对。不过，中国也有个地方有特别好的深水港，那就是台湾。台湾岛东侧太平洋沿岸几乎没有大陆架，而且水深几千米，所以收复台湾的战略意义是关乎到中国海军战略前出大洋布局的。去年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就是典型的蓄意破坏。到底是谁？所谓不言而喻。对于沿海国家来说，这进一步显示了海底攻防能力的重要性。
中国在潜艇技术方面要怎么追赶美国呢？想要在某个军事领域追平美军，还是那句话，弯道超车，摸着美军的石头过河，永远都不会过时。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噪声方面的短板，就正视差异，努力追赶。值得可喜的是，马伟明院士科研团队独创的无轴泵推螺旋桨技术已经研发成功，即将在下一代096潜艇身上实现，或将一举抹平与美军20年的差异。这是世界军事界的一种新型动力推进技术，它没有旋转部件，其推进器的结构由喷嘴、燃烧室和燃料系统组成。燃烧室中的燃料燃烧产生高温高压气体，通过喷嘴喷射出去，从而产生推力，因此就可以实现高推进、低噪音、低震动的效果。预计这个技术改变将会把潜艇噪音降低到90分贝以下，甚至低于海洋自然噪音。只要达到这个噪音水平，潜艇就能融入海洋背景之中，哪怕是最老练的声呐，不到极近距离，也是根本无法监听到这艘潜艇的存在。而中国大陆下水险问题也会被这个技术一举抵消。